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成电子，这是一个电磁炉的主板。我们今天看一下这个谐振电容损坏以后为什么会加热慢，或者是炸 IGBT。这端是220伏输入，这是一个插模抗干扰电容，这是一个共模抗干扰电容，这两个是 Y 电容。这个位置同样是一个插模抗干扰电容，经整流桥整流以后，经大电感，然后把电压加到了这个5微法的300伏滤波电容上，这个就是谐振电容了。这是线圈盘的两个引脚，谐振电容与线圈盘并联，它的板后边有低压电源，这个就是低压电源的开关变压器了。它输出一个5伏，一个18伏。5伏是经降压以后的10伏，通过7805降压以后得到的，给主芯片供电，还给控制面板供电。18伏用来给驱动电路及风扇供电。下面我们看一下谐振电容的工作原理。这端就是整流桥输出的正电压，经大电感，经5微法滤波电容滤波以后，正常时测量这一端应该有310伏左右的电压。这个就是线圈盘，这个是谐振电容，这端是 IGBT。当 IGBT 导通的时候，很显然在电感上会储存磁能，这端线圈盘也会储存磁能。当 IGBT 截止的时候，由于电感芯圈有阻碍电流减小的作用，所以马上就导向。这端是正电压，这端是负电压。那么这端的300伏与电感上的电压叠加以后，给这个5微法电容充电。这也就是为什么5微法电容损坏或者是容量减小容易炸管，因为当 IGBT 截止的时候，大电感上的反向感应电动势电压很高，不能够及时冲入电容，这样它的电压过高，会使 IGBT 极电极的电压过高，从而击穿 IGBT。那么我们看一下谐振电容损坏为什么会加热慢，或者是损坏 IGBT 呢？当 IGBT 导通的时候，电容这端充正电，这端充负电，同时给线圈盘充磁。当 IGBT 截止时，线圈盘迅速导向，会产生这端为正，这端为负的感应电动势。这时线圈盘上的电压迅速给电容反充电，也就是说相当于两个电池串联以后会迅速放电，电感产生的自感电动势很快冲入电容。当线圈盘上的磁能泄放完毕以后，电容也充满了电，再进行反放电，也就是说把电容这端的正电通过线圈盘放到这端，从而线圈盘进行 IGBT 截止时的第二次工作。所以谐振电容容量小的时候，锅会出现加热慢的现象。另外，当谐振电容没有容量或者是容量很小的时候，由于线圈盘上产生的反向感应电动势过高，线圈盘上的正电压与这端的大电感上的正电压和300伏电压同时叠加，加到 IGBT 的极电极。由于它的容量减小了，所以不能够及时放电，所以 IGBT 极电极的电压过高，会使 IGBT 击穿。所以当 IGBT 击穿的时候，我们要检查驱动电路、同步电路以及5微法滤波电容和0.3微法谐振电容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